最近好穷哦，我好想要财运变得更好哦，我好想要钱呢。兔兔，要不要买我这一尊财神爷啊？只要放在家里，每天供奉，财运就会变好啊！现在特价，一尊只要8万8。我哪有钱呢？8万8也太贵了吧！不然你可以买我这一串幸运手链，只要每天戴在身上就可以招财哦。现在特价一串只要6600。我不要，快跑啊！Hello，你好，我是 BB。难道提升财运真的要先花一大笔钱买这些幸运物吗？你有没有不小心买了这些幸运物呢？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你轻松提升财运，变成超级吸金体质，而且不需要花什么钱哦。你只要准备一本笔记本跟一支笔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叫做丰盛日记。丰盛日记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呢，每天在睡觉前啊，拿起你的笔记本，开始写下今天发生的5到10件跟金钱相关的好事情。例如说，今天中午有同事请我喝饮料，太感谢了。路上去逛街的时候，发现我想要的衣服正好在特价，让我省了1000块，太感谢了。回家之后，发现老公买了很多好吃的零食，太感谢了。发薪水的日子，更是要好好感谢一下公司跟老板。不管你现在得到的是多少钱，都要好好感谢他们哦。每天一定会有5到10件跟金钱相关的好事情可以写。一开始事情可能是很小的，你会觉得写起来好像没什么感觉，就是这么日常的小事情而已。可是只要继续写下去，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哦。可能就会收到更大的礼物啊，更多的金钱啊，可能被加薪啊，或者是你会有一些 idea， 有一些灵感，知道要怎么做才会赚更多钱。丰盛这个字啊，不只是金钱而已哦。依照巴夏说的，丰盛有5种形式，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丰盛的5种形式吧。有金钱、交换、礼物、共识性、想象力还有灵感。当你开始写丰盛日记之后啊，你的这5种丰盛形式都会越来越多哦。金钱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被加薪啊，发票中奖啊，收到一些金钱当做礼物啊 bonus 啊。交换就是你可以拿一些旧的不要的东西跟别人交换一些你需要的东西。礼物就是你会收到很多礼物啊，像最近就有个观众他说他本来想要显花一笔钱，结果没想到他姐夫就要送他一台2手车。他说那这样是显化成功吗？我说对啊，因为丰盛不是只有钱这种形式，礼物也是哦。所以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自己的丰盛体质已经越来越多了，财运也会越来越好了，才会收到这些礼物的。那礼物之外呢，还有共识性，就是在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刚好什么就出现了。你想到谁的时候，刚好谁就出现了。你可能很需要那件衣服，结果它就刚好在打折了。我就常常遇到我需要的东西刚好在特价，我就可以用很少的钱把它买下来。共识性也是丰盛哦。第5个就是想象力跟灵感，这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点。想象力跟灵感就是丰盛哦。有的时候你会有个 idea， 知道该怎么做。例如说你在卖东西好了，你可能就会有个 idea， 知道要怎么宣传这个产品，知道要去哪里卖。你可能就会有新的 business idea。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你也可能会有些 idea， 知道你的工作该怎么做，然后老板就非常赏识你，结果就被加薪了。所以想象力跟灵感也是丰盛的来源哦。当你开始写丰盛日记的时候，这5种丰盛形式都会越来越多哦。你每天就可以记录很多的事情哦，你就知道你的财运真的越来越好了。再来回答一些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丰盛日记一定要用手写吗？可以用电脑或手机写吗？我非常推荐用手写，因为手写的能量会比较大。我自己用手写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那种丰盛的能量从我身体里面冒出来。可是如果我是用手机打电脑打，我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我也觉得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手写哦。丰盛日记一定要晚上写吗？白天也可以写吗？那其实这个日记是随时都可以写的，白天你有空也可以写，中午午休的时候也可以写，想到的时候就拿出来写一下都没关系。只是大家晚上的时候可能比较有空，所以我就讲晚上，任何时候写都可以的。一定要写5到10件事情吗？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其实一开始你可能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可以写，你可以写一些很小的事情，那也没关系，有写就很棒了。例如说公司有一些免费的茶包可以喝，一天喝了1包，那大概也赚了10块钱吧。这些小事情也可以写下来啊。一开始你可能都只是写一些小事情而已，
可是没有关系，只要持续写，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可以每天都写一样的事情吗？当然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感谢的话，你可以写一样的事情哦。例如说，我今天收到薪水了，然后明天也可以再写一次，感谢我收到薪水了。然后后天再写一次，太感谢了，我有薪水了。你可以每天都写一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是发生在很久以前也没有关系哦，你都可以把它拿到现在来写，那个能量就会在现在再爆发一次。那你可能也发现了，丰盛日记其实就是感恩日记的金钱版。没错，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频率有一点低，或财运有一点不好的话，一定要写丰盛日记，或是感恩日记也可以，写完心情就会好很多。如果你不知道写哪一个的话，其实也可以轮流写哦。例如说，今天就专门写金钱相关的感恩日记，明天就写一般的感恩日记，那后天就再写金钱相关的，你可以这样轮流写。丰盛日记跟未来日记有什么差别吗？丰盛日记比较着重的是感谢一些你已经发生的事情，金钱相关的事情。未来日记比较着重的是假设某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它其实可能还没发生，就当作它已经发生了。那既然你当作它已经发生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很感谢的心，很开心的心，所以写未来日记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很感谢的。所以它跟感恩日记的频率其实非常的像，都是在很高的频率，开心啊感谢那边。那其实有些人他很难想象一件没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就没办法当作它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就很建议你可以写感恩日记跟丰盛日记，这些都是感谢已经发生的事情。最近还有一位观众啊，真的非常可爱，他在韩国留学，那好像经济上比较拮据一点，比较省吃俭用，他好像都很少吃肉，平常都是吃青菜，他就很希望可以吃到肉啊，可以吃一顿比较完整的餐。他就常常写说，感谢我已经吃到肉、菜、水果了。他就把他想写的东西感谢一遍，当作是已经吃到了。结果真的很快就有一个韩国的好朋友就请他吃 buffet 里面肉是吃到饱的，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水果啊、青菜啊，非常非常好吃。他真的很开心，然后才想到，我不是就已经写了感谢我吃到很多很多肉吗？结果就真的吃到 buffet 了，他就轻轻松松显化了一顿大餐。来做个结论吧，今天介绍的方法就是丰盛日记，每天写5到10件金钱相关你感谢的事情，小事情也没有关系哦。持续写，每天写，快的话只要几天你就会很有感觉了，慢的话大概2个礼拜你也会觉得很有感觉，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我今天也提到感恩日记跟未来日记，我也做过非常多影片在介绍这2种不同的日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想跟你分享，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我是 PP，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